Hello，大家好，这里是人物社科类 UP 主 Anthony 瑞丰。自3年前做自媒体以来，我就一直做的是听歌学单词这类的英语教学类题材。尽管这个系列一直还在做，但是最近我话锋一转，突然开始频繁的袒露自己的身体，又试图要转型成为一个擦边博主。所以我今天专门拍这条视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出现这样的转变的原因。由于我天生是一个小骨架，我的骨架可能比一些女生还要小，就导致我童年因为自己的身体遭受过各种各样的霸凌和羞辱。霸凌者包括我的父亲、我的舅舅，还有我的男同学，他们一个一个都要跑过来跟我说：你这么瘦这么小，你他妈就不配做个男人。再加上我偏偏是一个高敏感，非常在意他人的感受，所以我把所有的罪责全都揽到自己身上。正因为我长得不够好，不够男人，所以才会让他们不开心，让他们生气，一定都是我的问题。所以在我5岁前，无论别人怎么指着鼻子骂我娘炮，无论他们怎么打我，我从来都不还手不还口，因为我觉得我不配。还记得小学的时候，每个星期都会有一节游泳课，由于男生游泳都要脱光衣服，只穿一条小裤衩，所以我当时每次游泳都变得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我特别讨厌袒露自己的身体，就相当于给了别人羞辱我欺负我的契机。我的整个未成年阶段都是在对自己身体极度的自卑与恐惧当中度过的。我从来不会穿任何偏暴露的衣服，甚至到了夏天我穿短袖的时候都会略带一丝不安全感，因为我5岁以前被羞辱被霸凌的经历实在是深入人心。到了高中的时候，我的社恐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了。当时我意识到，如果我再不解决自己的恐惧，那未来步入社会，面对更复杂的人情世故，我一定会因为自己的心理问题遭遇更多的折磨与创伤。所以从高中开始，我就有意培养自己的健身习惯。但对于初期的我而言，由于我对自己的身体过度自卑，我不相信我能做俯卧撑，我不相信我能做引体向上，所以每次运动之前，我都要做好充足的心理建设。培养健身习惯花了我7、8年的时间，直到2024年我25岁那年，才终于开始真正的爱上健身。这本质上是一个我与自己的身体建立信任的过程。我开始逐渐相信自己的身体能够做俯卧撑，能够做引体向上。当我做到第12个觉得疲累的时候，砰的一下，他又能做第13个。我猛然发现，原来我的身体具有无穷无尽的潜力，只待我亲手去挖掘。所以如今你们每一次看我袒露身体，都是我在吹响胜利的号角。我从曾经那个瘦弱的、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小男孩，一步一步变成了如今的模样。尽管我更改不了自己先天的小骨架，尽管当下的我也仍然有各种各样的不够完美的缺陷，但我为自己的一切特质感到骄傲。同时，如果我能通过自己的经历与自己的身体能够鼓励到大家的话，那这一切一定会更有价值。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为自己感到骄傲。尽管我在网上很喜欢袒露身体给大家看，但是我如今26岁了，仍然没有破处。我说这话，我的一些网友应该会不信，因为我确实性欲很旺盛，看起来有点浪浪的感觉，但是我确实在性关系这方面比较保守。我不是一个发自内心能接受约炮的人，当然这里要声明一下，我不拦着别人约炮，因为这个是每个人的选择自由。但我是一个对安全感要求很高的人，就是让我和一个还不够熟悉的人就发生性关系，我会觉得很难放下防备，真正的沉浸到那样的快感当中。另外一点就是我确实很介意性病的这个问题。一个你能轻易就能约出来的人，那他也很有可能会去约别人，他身上沾染了什么病你是不清楚的。我之前也认识一个同为 gay 的好朋友，确实因为这样的事情染上了艾滋，所以我会对这个问题更加警觉。光是这2点就注定了我是一个不太容易跟别人发生关系的人。我必须要反复考量对方是否值得我托付自己的信任，不仅是身体的信任，更是情感的信任。我要看对方能不能接纳我身心的每一个部分，而我能不能接纳他的。所以注定了我只能和伴侣发生那样的关系，而且是相处很深很交心的伴侣。所以那些把同性恋和艾滋病划等号的人都是傻逼。对待性关系的开放程度与你的性取向基本没有任何关系，毕竟我的大学直男室友就约过炮，这玩意儿不应该成为同性恋被污名化的理由。我是一个对性话题很开放的人，因为我私下里就很喜欢研究心理学。我发现性和人的心理
二者之间总是有很多微妙的关系，而且我确实能够接受自己的身体被别人看，被别人喜欢。但是你要和我 have sex， 那就是另外的价钱。我也认识了一些同为 gay 的好朋友，他们也是30多岁了，仍然没有破处。而我并不觉得你到了某个年龄一定得破处，就像是在执行某个任务一样，为破处而破处，这是一件很没有必要的事情。我觉得一切只是缘分未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时区。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大家有任何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喜欢这条视频记得一键3连哦。